You. 嗨，大家好，这是 Eric 凯电台，我是 Eric。书接上回之前一期我讲了造成增肌慢的种种原因，那这一期呢，咱就要聊一聊更多人关心的减脂。为什么减肥没效果？为什么体重还不降反升？为什么前几周掉秤很快，然后突然间就卡住了？如果你也抱有以上的疑问，那这期内容应该能帮你解开这些疑惑。首先，我们来看运动层面，很多人打算开始减脂，脑海中蹦出的第一个名词就是有氧，比如跑步、游泳、骑单车，但身体的适应能力很强。如果你只采取单一的有氧，前期会减掉不少体重，但很快你就会遇到平台期，所以你就需要在训练内容上进行调整，定期改变运动的形式，或者是增加运动形式。比如这段时间你跑步过几周换成高强度间歇运动，再过几周又换成动感单车、跳绳，或者是我之前教你们的一些跟练计划，甚至也可以把它们穿插在一起。总而言之，拒绝单一，不断的变换，才能让身体脱离舒适区。此外，力量训练的匮乏也是造成很多减肥者减肥失败的一大原因。因为长期大量的有氧会通过糖医生的作用消耗一部分的肌蛋白来进行功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掉肌肉。而肌肉呢，又是我们基础代谢最为直接的贡献者。这样一来，你本就不高的基础代谢就会被进一步的拉低，变成易胖体质。易胖体质。Oh hell no！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你之前体脂率很高，那么在减掉一部分体脂之后，非常有必要把力量训练也一并纳入到每次的训练课中。杠铃、哑铃、弹力带、器械、TRX 或者是自重训练都可以。这样不仅能帮助你增加消耗，同时还能提高你的肌肉量，增加基础代谢，让你后面越减越轻松。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肌肉量较高的人减脂非常容易的原因了。此外，减脂期的训练频率势必要高于增肌期，因为减肥更需要的是消耗。那么一周的训练频率建议调整为5到6次。如果你说你一周只能练2、3次，那恐怕你的减肥计划够呛了。但凡说到减脂失败的典型案例，那就不得不提到节食。节食是很多想要减肥的人都容易掉进去的一个美丽的陷阱，因为过度削减日均摄入量，比如每天只吃600-700卡，那前期的掉秤速度会非常快让你误以为一切都在井然有序的进行着，实则这减掉的体重里面并非全是实打实的脂肪，而是包含了大量的糖原储备、水分，还有就是肌蛋白这些高价值的物质。同时，身体会因为长期的节食误认为你遇到了饥荒，为了保证生存，从而启动自保机制这以前我讲到过。降低基础代谢，关闭不必要的热量支出，宏观上你的反应就是反应变得迟钝了，运动能力下降了，情绪波动，还有就是会提前进入减脂平台期，甚至一旦多吃一点就成倍的反弹。所以我从来不会建议大家把热量缺口开得过大。一般来讲，如果你几乎每天都训练的话，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大致计算出你每日的总摄入量是多少。公式末端的热量缺口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来进行选择，温和一点的话减500，激进一点的话减800。这样的摄入量既能有效减脂，还不会带来其他健康问题。饮食上还有一个新手减脂很容易犯错的地方，就是量的分配以及进餐时间。很多人喜欢早上敷衍了事，甚至不吃，而晚上却吃很多，这样是不对的。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人体节律，将全天营养最丰盛的一顿安排在早上，而中午和晚上次之，夜宵就尽量不要碰了。另外，你还可以利用 intermittent fasting 间歇性断食，将全天的餐食压缩在8小时之内吃完，其余16个小时则严格控制。这个方法对于减肥控体质有不小的作用。除了以上这几个大点，我认为还有几个小点非常容易被大家所忽视。虽然它们所带来的影响不是最为直观的，但是却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你的减肥进程，甚至导致最终减肥失败。第一个就是称重过于频繁天天都要上秤量一量，其实真没有太大必要。因为不论是增肌还是减脂，隔天所带来的这个变化是微乎其微的何况还会受到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比如储水食物残留、排便、糖原储备等等等等。真正的体重变化在这些因素的左右之下根本体现不出来。如果每天都称重，你很可能看到的是体重的起起伏伏，甚至比头天更高。在减肥初期这样做的话，其实非常影响减肥者的信心，导致还没看到真正的变化便前功尽弃。身体的变化是缓慢的，所以我的建议是每周选个固定的时间，保证所有客观条件都一致的情况下称量2次，再取平均值，然后按周的刻度来进行比较。同时，这也让我联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减肥的初期，在力量训练和有氧并存的情况下，体重很可能下降很慢，亦或是持平，乃至是持续走高，这都是很正常的。因为脂肪在减少，肌肉在增加，这一增一减，数字发生对冲是必然的。在这种情况下，你更应该看重的是静止中和照片上的变化，而不是紧盯的数字。
毕竟外观越变越好，不才是你减肥的初衷吗？第二点，如果你动力不足那最好去健身房，而不是宅家自己练，因为健身房大家一起战斗的氛围更能激励自己对于选择健身房的话，也尽量挑选离家近的。如果太远，即使环境再好，器械再全，也不及一个就在你家楼下的一个破铁馆。因为热情这东西来得很猛，走得也很快。最后你会发现，方便才是根本。第三点，不要攀比，更不要急功近利我再三说过，个体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付出同样的努力不一定能达到同样的效果。所以调整好心态，减脂是一场自己跟自己的马拉松，而不是冲刺跑。虽然历经的时间有长有短，但坚持的人总归能走到最后。第四点，不要把健身、把运动当成是一种减肥手段这样运动的话，对于你永远是一个一想就头疼的负担。虽然一直坚持打卡，但终究心态上是被动的。而我们应该去享受运动的过程，把它当成是一种乐趣，并通过不断的进步来建立成就感。一旦你培养了兴趣，那上面的任何问题都不是问题了。以上就是在减脂道路上我认为比较容易踩进去的一些坑和误区，都是长久以来我接触了很多减肥人士，再结合我自身多年的经验的一些总结吧。希望对在减肥道路上迷途以及还未开始的朋友能有所帮助。好，这里是 Eric 凯电台，关注我，给你最较真、最科学的健身方案。我是 Eric，咱们下期见。